美海军一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周五飞越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扬言展现美国所谓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周六表示，东部战区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对美机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美方行为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此前，针对美军舰机穿航台海，外交部曾明确表示，此举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无异于玩火。各方舆论表示，以美谋独、以台制华，都将是死路一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六表示，美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周五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对美机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美方行为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早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声明宣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周五飞越台湾海峡，是展现所谓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台防务部门周五晚又老调重弹，声称台军全程掌握并适切应处。而在飞越过台湾海峡的美军机型中 ，P-8A 算是个老面孔，但是去年美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就3次飞越台海。据介绍 ，P-8A 反潜巡逻机是在波音737客机的基础上研制的反潜巡逻机，具备反潜、反舰和侦察功能，可对海上、陆地和沿海地区进行360度监视，对多个目标进行同步扫描和跟踪。P-8A 上还有5个内置弹舱和6个外部挂载点，可挂载鱼叉反舰导弹和反潜鱼雷。此外，还装备电子侦察系统和红外夜视传感器。它有意识穿航这个台湾海峡呢，实际上啊，它是对大陆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因为一个是看你就是台湾海峡里边下面有没有潜艇啊，水面的舰艇活动情况，还有你相关的这些就是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它在进行相关的侦察。你跑到别人的家门口去看别人家的事情，算什么事儿啊？那这显然是一种军事挑衅。所以我们看它的行动，这个军事挑衅的意图非常的明显。此外，今年以来，美国海军舰艇已经先后5次穿过台湾海峡。最近一次是美海军罗亚尔港号导弹巡洋舰，上月10日穿航台湾海峡。目前，美军舰艇基本保持着1月1次过航台海的节奏，但并非每次类似行动都会特意宣扬。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海军舰艇累计穿过台湾海峡9次，2020年为13次，2021年为12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其盟国此前一直宣称，台湾海峡大部分地区是所谓国际水域。上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环球时报日前的社评分析称，中方从来没有说外国船只不可以航行经过台湾海峡。问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规定，航行的外国船机也必须尊重沿岸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不能进行军事情报收集活动，即便是在公海上靠近对方领海附近进行未经许可的广播都是不可以的。他们在通过时对别国主权应有基本的尊重。这2年，随着华盛顿更加频繁地打台湾牌，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频次明显增加。可以说，向中国大陆耀武扬威，并顺便鼓舞一下台独势力，才是其穿越行动的真正目的。可想而知，他们带着这样目的在台湾海峡出现，必然会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台海和平与稳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这就是实打实的有害通过，是中国坚决反对的。实际上，解放军军机在台海附近空域的常态化战备巡逻，正是以实际行动对外部势力企图干涉台湾问题的强有力回应。台防务部门周二晚间公布，当天有29架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数量是今年第3多，当中还出现加油机的身影。其中，运9通信对抗机、运8电子侦察机与6架轰6轰炸机深入台东南空域，并进入菲律宾海。
而周四当天，解放军再出动22架军机，其中2架运8反潜机深入台湾南方及东南空域。分析指出，这2次的巡航路径比较罕见，意味着解放军战斗机有了空中加油支援后，作战半径和制空时间都将大幅延长，能够长时间为长航程的轰炸机提供保护，使其打击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重挫台独势力和美国等外部干预势力的气焰。此外，中方加强对台湾岛周边制海制空权的巡逻与战备训练，就是以实际行动来展示中方在台湾海峡的制海制空权，以实际行动警告美国，以后在台湾海峡的一系列行动都必须依据相关国际法来进行。现在解放军的这个飞机啊，或者是绕岛巡航，或者是在台湾地区周边进行相关的演训的时候呢，有一些变化。第一个呢，就是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第二呢，机型增加了。在这个整个的空域里边，你控制空中打击水面和地面的能力都大幅度的增加。我们有能力更好的保卫自己的安全。还有一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震慑。那么对有一些心怀不轨的，或者是对我们国家在军事上进行这种空中海上挑衅的这些舰船飞机，那也是一种震慑呀。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一架美国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24日飞越台湾海峡，并炒作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您对此有何评论呢？其实过去这些年以来，美国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派遣舰机定期穿越一次台湾海峡，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常态。然而这一次的穿越跟过往的穿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过往的穿越主要是以军舰为主，偶尔也会派出1、2架战斗机。但是这一次美军派出的却是一架 P-8A 海参反潜巡逻机。美军派军舰与战斗机主要是耀武扬威式的穿越，而派遣反潜巡逻机，这不仅可以炫耀武力，同时更有可能在一边穿行的时候，一边执行侦察任务，包括搜寻解放军潜艇的踪迹。当然了，我认为美军这次派遣 P-8A 海参反潜巡逻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在台湾海峡水中搜索解放军潜艇，主要是为了向中方发出挑衅，告诉解放军我有权利在这里通过并侦查。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呢？这显然又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围绕着台湾海峡是否是国际水域之争有关。美方声称，根据相关国际法，台湾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美军享有航行与飞越自由。中方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并非是国际水域，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之争表面上争的是台湾海峡是否是国际水域，但最终的落脚点却落在了外国舰机究竟只是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还是可以享有有害通过这样一种权利。美方认为美军舰机在通过的时候可以横行霸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中方则认为美军舰机可以自由航行与飞越，但是不能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活动。只有弄清楚了中美争执的这个要害，我们才可以明白美军昨天派遣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的真正意图，也就是他们要以此来告诉中国，美军不仅可以通过，而且可以有害通过。而 P-8A 海参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显然要比一般的军舰与战斗机更能体现美军是在有害通过。针对美军机行径，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对美机行动进行全程跟监与警戒。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在我看来，
在美国舰机每一次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解放军都会派出兵力对其进行全程跟监与警戒。这实际上是在以实际行动落实中方对台湾海峡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告诉美军中方不接受你们的有害通过行为，同时也是在以肢体语言告诉美方以及国际社会，台湾海峡并不是国际水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只是全程跟监与警戒，并没有拦截，更没有采取强制手段来驱离。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落实中方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航行与飞越权利的承诺。除此之外，解放军东部战区新发言人每一次还要强调，中方的行为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美军派舰机穿越台湾海峡，以及中方的跟监与警戒，怎么又跟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联系在了一起呢？我认为这背后的逻辑链条就是，假如按照美方的说法，台湾是一条国际水道，那背后就包藏着祸心，意味着两岸之间是所谓的国际关系，或者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假如按照中方的说法，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台湾海峡的航行与飞越问题是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中方宣称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以及解放军对穿越台湾海峡的舰机进行跟监与警戒，实际上是在以实际行动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而且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刚刚结束了欧盟峰会后，G7峰会和北约峰会从周六起又将接连举行。美国官员已明确表示，在过去1年，来自中国的所谓经济与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七国集团和北约国家预计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分析指出，这充分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就是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当地时间周六起，为期3天的 G7峰会在轮值主席国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小镇埃尔茂举行。俄乌冲突成为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峰会。据悉，在此次峰会上，7国集团领导人将讨论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以及更广泛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对俄罗斯制裁效果的评估也将必不可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7国集团将继续加强乌克兰军队的防御能力，从而稳固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桌上的立场。同时，美国及盟友也会讨论以外交方式解决这一冲突。In terms of support for Ukraine, the G7 has been remarkably united, starting from before Russia's aggression, when we worked together, first to find a diplomatic solution if there was one, but if there wasn't one, to be prepared for the Russian aggression that we saw coming. 而为了扩大 G7 影响力，德国还特别邀请了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塞内加尔、南非、印尼和阿根廷等国领导人参加本次峰会。外媒认为 G7 此举旨在希望影响这些国家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更接近西方观点。我们会看到呢，近一时期，不管是 G7 的平台，还是北约峰会的平台，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俄乌冲突以及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西方的安全架构等相关的议题，都将是讨论的核心。不管是 G7 还是北约，都要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来进一步的所谓的凝聚共识。除了俄乌局势， G7 峰会料将继续炒作涉华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务协调人科比周四介绍了美国总统拜登为期5天的欧洲之行，称西方领导人将在会议期间继续挺乌制俄的同时，专注于应对未来挑战，其中包括中国。Support Ukraine and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all while staying focused on the other challenges that define coming decades, and that include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 科比表示 ，G7 峰会上，拜登将宣布正式启动重返更美好世界倡议。去年 G7 峰会上，拜登提出了这一倡议，被认为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不过，在过去1年，拜登这一倡议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日前报道称，美国不应该照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美国基建能力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美国在投资和维护自己的实体基础设施方面都做不好，遑论去海外建设基础设施。President Biden will formally launch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 that G7 leaders agreed to explore last year to offer a positive alternative to infrastructure models that sell debt traps to low and middle income partner countries and advance U.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n our national security. 在去年12月举行的 G7 外长会上，作为主席国的英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对中国实施胁迫性经济政策表达关切。据悉，在今年的 G7 峰会上，这一话题将被继续炒作。在 G7 的平台上，在探讨到中国的时候，可以说呢，有一些国家会是始作俑者，而今年在 G7 的平台上，恐怕呢，美国和日本的意见将发挥所谓的主导作用。在涉华的议题上呢，价值观意识形态将被进一步的凸显，而涉及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所谓进一步加强西方小院高墙的设计，也将是重要的议题。G7 峰会结束后，北约领导人将于周3至周4齐聚西班牙马德里。此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透露，此次峰会将更新该组织的关键文件战略概念，文件将首次阐明北约对华立场。在周4的记者会上，科比也介绍，北约上一次更新战略概念是在2010年。自此之后，全球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多变化。科比还特别提及，此次北约峰会将首次有来自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印太国家领导人参加，这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也证明了乌克兰问题没有分散北约对印太和中国的注意力。Less than a year ago, the defense minist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NATO, put mention of China in the communique. So it's building on what has been months and months of discussions and deliberations with the allies about the threat that China pos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ell beyond just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4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耀武扬威。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不要再搞乱亚太，搞乱世界。分析人士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其他国家视为威胁，实际上北约才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冷战已经结束30多年，北约这个冷战遗孽，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仍在不断地鼓吹集团对抗，挑起矛盾冲突。北约的所作所为有违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早已不合时宜，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针对中国，首先从最基础的这种安全认知方面能够有一个定调。那下一阶段，对于美国认为北约可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北约把黑手伸向亚太等方面，美国会有进一步的设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不光是在纲领性的文件当中要出现中国的问题，要进一步的推动北约的质变。而从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当在北约内部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也希望激起北约内部的一些变化，使北约内部在出现变化的时候，那未来中国在与北约的成员国进行合作的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现实的考验。本次北约峰会历史性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出席。据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探讨在峰会期间举行这4国领导人的会谈，试图打造亚太版小北约，牵制中国。不过，鉴于种种内部分歧、争议和挑战，这场4边峰会能否顺利举行并取得成果尚无定论。特别是韩国方面本周已经明确表示，尹锡悦总统出席北约峰会，并不意味着韩国将转向反华与反俄。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本、美国和韩国就北约峰会期间举行3国领导人会谈一事展开协调。日本朝日新闻周5进一步报道指，日本政府正在最终协商，争取下周3举行美日韩领导人会谈，三方将讨论应对朝鲜。韩联社引述的韩国总统办公室相关人士也称，会谈很有可能在下周3举行。分析也指出，由于美方极力促成此事，希望借机将美日和美韩2个双边同盟撮合成美日韩3角同盟，因此韩国总统尹锡悦大概率最后将同意在拜登在场的情况下，实现首次与岸田文雄的会面。上一次美日韩峰会于2017年9月举行，出席的3国时任领导人是特朗普、安倍晋三、文在寅。
很显然，日本政府还有更大的野心。韩国总统府消息人士称，日本政府提议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日韩澳新首脑会议，可能涉及印太地区局势、东海和南海局势以及俄乌冲突等。对于日韩澳新参加北约峰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一贯认为，国家间发展关系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和损害第三方利益。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任何引入军事集团、挑动分裂对抗的言行。在北约峰会期间公然拉亚洲小北约的小圈子的行为值得高度警惕。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美国的盟友，其中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澳日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而韩国、新西兰被视为四方加的潜在成员。美国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也不断强化美日同盟的作用，并不断对日本进行松绑。周五，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在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美日海军在这一地区的紧密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帕帕罗还表示，美日同盟是太平洋安全的基石。日本内阁此前批准了经济财政管理改革方案，承诺将在未来5年内大幅提高国防预算。虽然没有列出具体金额，但该方案提出要参考北约标准，计划将日本的国防预算提高到占 GDP 的2%。假如防卫费照此计划翻番，日本国防支出将从目前的全球第9跃升到第3。就日本最近一直在炒作这种所谓中国威胁论似乎比美国还更强烈那可以看得出来，日本其实是有心提高它的经费重建它的这个日本自卫队的一个实力甚至于改变这个和平宪法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的国家。我想这都是一步一步连接在一起的。那提升这个国防经费，那也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吧。还有分析指出，在北约峰会期间，美日勾连企图拉印太新北约是否能取得预期结果尚无定论。近年来，日韩关系因历史遗留等问题一度紧张，成为两国合作一大阻碍。而印度在乌克兰危机以来，与美西方的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此外，鉴于拉帮结伙可能搅动地区局势，并非所有国家愿被绑上战车。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日前就强调，他在北约峰会上露面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新西兰媒体认为，阿德恩这番话可能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新西兰被拉入北约阵营的印象。那纽西兰本身它并不对中国不排斥那起码这个总理还是比较亲中一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各有各的一个盘算，跟各有各的一个国家的利益。我想要在这个小会里面达成某些什么抗中的共识，我觉得也是很难呐。此外，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金圣汉周三也表示，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以及此次峰会上将公布的新战略概念文件都与韩国无关。韩国不是北约成员国，因此并不谋求与北约成员国实现集体防御，而是希望进行全面安保合作。韩国 KBS 电视台还援引韩国总统府相关人士的说法称，韩国领导人参加北约峰会不意味着韩国将转向反华反俄政策。俄罗斯国防部周五称，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戈尔斯科耶和佐洛托耶附近完全包围了乌军部队，目前双方处于对峙中。乌方则表示，北顿涅茨克市约90%的建筑已在军事行动中遭到破坏，该市的乌方守军已收到撤退令，将离开城市前往新阵地。此外，美国政府周四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总额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再运送4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以提升乌克兰军队远程打击能力。据塔斯社报道，周五俄军已经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利西昌斯克市西郊。俄国防部表示，已经完成对戈尔斯科耶和佐洛托耶2处乌军的包围，并控制了佐洛托耶一半的地区。据被俘乌军介绍，被围困的乌军部队战斗减员情况超过60%，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并被断绝了补给。
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五报道，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盖代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顿涅茨克的乌克兰守军已收到离开城市的命令，将前往新阵地。目前，北顿涅茨克市约90%的建筑已经在军事行动中遭到破坏。В артилерії у кілька разів, і це дає їм змогу здобувати певних тактичних успіхів. Основною метою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даному етапі。乌方声明称，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炮击导致乌军在战斗中每天大约有100至200名士兵阵亡，至少有500人受伤。而随着战事的深入，受过军事训练的乌军不断折损，缺乏基本军事装备和训练的士兵被迫推向前线。负责培训的官员透露，他们每周只能训练120人左右，新兵在被派往战场之前只能接受5天的训练。俄军攻势猛烈，乌克兰继续向西方求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周五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话，讨论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技术援助以及作战情况。此前一天，美方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总额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而首批4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目前已经运抵乌克兰境内，并将在7月中旬前交付。乌克兰士兵正在接受操作该系统的训练。此外，美国还不断拱火由俄乌战事引发的立陶宛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周五发表声明称，在白宫的明确指示下，所谓西方集体禁止范围广泛的商品通过加里宁格勒地区的铁路运输，此举是美方对俄日益敌对的行为的一部分。加里宁格勒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也是俄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所在地。当地主要通过铁路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获得货物和能源，两者之间的唯一一条铁路途经立陶宛。立陶宛日前宣布禁止经立陶宛境内铁路向加里宁格勒运送货物，此后这一禁运令范围又扩大到公路运输。目前，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获得货物的方法只剩下了海运这一条途径。加里宁格勒当地官员和居民表示，他们对目前的形势早有准备。Как и до этого введенные санкции наложат отпечаток на наши регионы, районы,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дефицитные какие-то товары, но это будет полосой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скоро. И думаю,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айдет выход с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все решится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那这次立陶宛以实施欧盟的制裁令为借口，对俄罗斯输往其加里宁格勒的商品呢实行这个禁运。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希望在俄乌冲突这个乌克兰这块战场之外呢，再开辟一块新的小战场，对俄罗斯呢形成一种牵制的作用。同时呢，他也想要试一试北约特别是美国对他的军事保护到底可不可靠。所以呢，他这一张牌打出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周三宣称，立陶宛已经准备好接受俄罗斯报复，但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在军事上挑战立陶宛，因为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但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爱沙尼亚却显得极为担忧。该国总理卡拉斯周三公开表示，北约目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防御计划无法应对俄罗斯的袭击，而是任由波罗的海国家被蹂躏后再进行解放。他直言，爱沙尼亚将从地图上消失，首都的历史中心将被夷为平地，以抵御俄罗斯的任何袭击。爱沙尼亚总理的这番话呢，充分表明了波罗的海三国现在的恐俄情绪之深。那么他们现在呢，已经与俄罗斯站到了极端的对立面。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要求他们背后的大树，也就是北约，必须能够给他们提供充足的保障。针对立陶宛的举动，俄方警告称，毫无疑问将回应这种敌对行为，一旦实施措施，将对立陶宛民众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面对俄方强势态度，立陶宛又试图甩锅欧盟，称禁令并非自身决定，而是根据欧盟对俄相关制裁做出的。欧盟当然拒绝背锅。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四辩称，欧盟只是想防止俄罗斯规避制裁，无意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封锁。欧盟将审查对俄制裁的指导方针，以避免堵塞进出加里宁格勒的交通。随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于周五结束，为期3天的金砖中国年外交活动高潮部分落下帷幕。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五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介绍，继三亚会晤和厦门会晤之后，中国第3次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党的20大之前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于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期间达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包括中国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年新冠疫情持续反复，世界经济复苏低迷，乌克兰危机等地缘风险加大，冷战思维与集团政治甚嚣尘上。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合作机制走过16个年头，已具备迎难而上、化危为机的勇气和条件。而作为金砖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时隔5年再度担任金砖会晤主席国，也再次不负众望，引领金砖合作。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领导人会晤中对金砖未来发展提出4点倡议：一是坚持和衷共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二是坚持合作发展，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三是坚持开拓创新，激发合作潜能和活力；四是坚持开放包容，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针对近期不少国家提出希望加入金砖机制，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不是封闭俱乐部，也不是排外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新形势下，金砖更要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应该推进扩员进程，让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早日加入金砖大家庭。王毅说，在习近平主席擘画引领下，金砖的中国年硕果累累，亮点纷呈。中方全年将主办170多场各领域金砖活动，上半年仅部长级会议就举办了20多场，各场金砖加活动还吸引了50多个非金砖国家参与。金砖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王毅说，今年全年的金砖活动将达成37项重大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达到金砖合作的新高度。我们还注重加强金砖机制建设，拓展金砖加合作，建立更广泛伙伴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砖扩员进程已开始启动，各方一致支持讨论推进金砖扩员。首先，明确扩员的指导原则、标准和程序。在政治安全方面，金砖中国呢召开了首次金砖加外长会议，也就多了一个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以前有外长会晤机制、金砖国家高级代表安全事务会晤机制，现在又多了个金砖加外长会晤机制。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消息发出后，香港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倍感振奋。香港特区第5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都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深圳卫视记者也在消息发出后第一时间采访香港各界人士，他们纷纷表示，习主席即将出席相关活动，正值香港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是对香港社会各界热切期待的回应，必将有力鼓舞爱国爱港阵营的士气和信心，意义重大。林郑月娥表示，过去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习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大力支持下，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习主席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充分彰显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仅代表香港特区致以衷心感谢。李家超表示，自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保障。习主席出席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正值香港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意义重大。对此感到很振奋，衷心感谢习主席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深圳卫视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语音采访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议员陈仲尼。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兴奋，因为我跟其他的香港750万的老百姓一样，都是一直期待着这个好消息，都有一种呢
万众期待的心都盼着主席来出席这个庆典一个心情。那么今天上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非常兴奋。我相信呢，香港全程的人都是很开心，都是会为这个消息呢欢呼的。陈仲尼对深圳卫视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一国两制的实践是成功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提振信心的一个消息，对吧？肯定的是的，一个国家两种不同的管制的制度是没有的。我们国家25年前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25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25年证明了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发展的更好。我们在祖国坚强后盾的支持下，香港各方面越来越好。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给全世界的人看到，一国两制在祖国的实践之下是成功的，这个是无可争议的。在陈仲尼看来，习主席此次出席相关活动，也是在一个崭新的时间节点给香港加油打气。我们已经从由乱及治走到了由治而兴这个新的局面，所以主席来是给我们打气的，叫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团结一致，在中央强大的支持下，我们全力支持李家超特首所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共同为香港开新篇。陈仲尼说，回归祖国25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点，也会让每一位香港市民不断增强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特别是年轻一代，从一个比较软性的、欢乐的、喜庆的日子里面，让他们为自己的国民身份感到自豪，提升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我认为这次主席出席这个典礼是有很多种很重要的、很深远的意义的。周一，人民日报刊发总书记心系湘江，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文章提到，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到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并再次考察香港，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重要讲话。2017年7月1号，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指出，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苏州过后无挺搭，习近平主席特别引用了这句香港俗语，叮嘱香港一定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对于习近平将出席相关活动，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代表350多个团体会员、130万越籍乡亲表示热切期待。他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习主席5年前对香港的寄语，充分体现了他对香港工作的高度重视，给了香港更多的信心，更加有利于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凝结求稳定、谋发展、促和谐的共识，有利于激发广大香港同胞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将有力鼓舞爱国爱港阵营的士气和信心，必将进一步增强香港同胞对中央的拥护和真切的情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议员陈仲尼也对习近平发展是香港第一要务的叮嘱记忆犹新。他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14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等，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发展的支持。其实这次主席就是让国际的朋友看到，香港不单只是保持，还会巩固提升我们作为一个国际中心的功能和地位，所以国际的朋友应该对香港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并且香港是一块好的土地，给他们有机会会发展的。
29岁的刘德荣现任香港沙田区青年活动委员会委员、国民教育沙田区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从2012年起，刘德荣就担任全职社区工作者，多年来积极推动青年及国民教育等工作。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刘德荣提到，他一直关注对青少年的文化推广工作。“14·5”规划为香港提供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如今，西九文化区作为香港的新文化名片，也會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煥發出中國香港文化的風采。咁大家都見到，可能 M+ 博物館、故宮博物館、戲曲中心或者西九嗰個高鐵站，全部都喺同一個位置。其實香港都一路迎合緊國家嘅一啲規劃，去做一啲自身嘅發展嘅。我都相信習主席佢對於我哋香港成為呢個藝術之都咧，佢都有一定嘅期許嘅。咁拭目以待咯，希望我哋香港可以做得更加好咯。普通香港市民黃先生、黃太太在得知習近平主席即將出席相關活動的消息後，在深圳衛視的鏡頭前難掩激動的心情。當然開心啦，當然開心啦。佢係一個肯定嚟㗎嘛，證明佢好肯定我哋呢一個香港係佢心目中嘅一個重要嘅區域嚟㗎嘛。香港好啊，向住好嘅方向進發緊啊！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隨着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紀念日臨近，喜慶的紅色遍佈城市的街頭巷尾。在得知習近平主席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大會的消息後，香港各界反應熱烈。在我們的採訪中，香港各界人士都提到，這首先體現了習主席對香港事務的重視和對香港同胞的關心和關懷，同時也給香港慶祝回歸增添了喜慶和熱烈的氛圍，並且提振了香港社會信心。回歸祖國25年，可以說香港特區現在正處在蓬勃發展的青春年華。相信在祖國堅強後盾的支持下，香港各方面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相關話題來連線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陳成新。陳女士您好，習主席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大會及香港特區第6屆政府就職典禮的消息，引發了香港各界和海內外輿論的熱議。那麼您覺得為何反響如此熱烈呢？習主席曾經參加過香港回歸20週年的典禮。所以呢，這次5年以後再參加，第一呢，也是表示一種慣例，第二呢，也是表示中央政府對香港地區是一如既往的關心和支持。作為回歸祖國懷抱的一個游子香港也是在一點點的經歷磨難走過來，一路泥濘非常不容易，也是呢表示一種祖國的支持。那麼第三個呢，應該說這次回歸25年和以往的不同。就是對香港意味着新的起點、新的開始。今天的香港是站在新選制確立的坐標上，是站在愛國者治港原則確立的歷史坐標上。在今天大家對一國兩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規律性的認識，所以未來香港將開啟新的發展之路。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起點上，習主席在香港回歸25週年典禮上出現，也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距離習主席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活動已有5年。這5年，香港落地實施國安法，完善了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那麼您對此有何觀察呢？香港這段時間呢，經歷了多次選舉3場選舉，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特首選舉，3場選舉下來這都是衝破了重重的困難，衝破了重重的阻撓。經歷了這3場選舉以後，香港正式的確立了新的選制也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遴選出了全新的特區管制團隊。應該說呢，這樣的一個新選制落地，也是表明香港在政治上已經開始穩定下來。一國兩制在新選制扎根香港以後，更加的行穩致遠。那麼政治上的確立呢，也能夠表明了香港由此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發展局面，可以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把發展經濟恢復民生作為當前香港的第一要務來抓。那麼香港也能夠更好的匯聚各方的人才，把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不同領域的人才同心匯聚到能夠代表香港人民根本利益的這一發展要務上。所以呢，對於香港整個社會來凝聚共識，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一個作用。
那么您觉得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未来发展将呈现出怎样的前景呢？习主席能够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的典礼啊，无疑在政治的表征上就是一种给予信心和指导。我想呢，接下来香港的发展啊，首先在政治上要指方向。也就是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给香港指明的方向是，香港未来所有的发展都要在融入祖国发展大局上去考虑。首先要讲大局意识，也只有确立和坚持大局意识，香港自身的发展才能够更加的稳和更加的远。那么香港的所有的发展，从具体的内容上来看，要更好的融入中国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第二，在政治上指明方向以后，经济上提振信心。香港有很多的传统行业，所以我们在确立4大传统中心的同时我们要更多的去关照如何去保护和挖掘香港潜在的发展的这种能量。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很多传统的工业都要在这个机遇上来个得到保护，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为整体的香港发展做出贡献和力量。第三呢，在民生上暖人心香港人民的根本诉求到底在哪里也需要未来的管制团队去更好的发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这一职责和功能。香港步入良政善治的局面，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激发自身潜能的同时，汇聚更多的资源和人才优势，让香港的发展更加的符合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得更稳，也走得更远。